张宇哲从医院的天台坠落，范慧忠、刘志炳、张宇哲，他们都是被你杀死的。所说的全都跟我有关，但是他们不是我亲手杀的。那真凶是谁？小心你身边的人。当时我认定他是想摆脱死罪，就算他说出来，我也不会相信。你给别人痛苦，来减轻自己的痛苦。说到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自私卑劣的凶手。婕妤，来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差点被掐死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觉得有点可怕。我们来不及阻止 Dylan， 真的不好意思。不是你的错啊，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的情绪有这么激动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注射了镇静剂，他已经睡着了。突然知道自己竟然是亲手刺死父亲的凶手，无论谁都会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事情发生后，他一直认为是他父母自相残杀，完全忘记自己是凶手。当年迪伦只是7岁的小男孩，他会刺死父亲是为了想保护母亲不受伤害。不过当命案发生之后，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震撼。所以你是说，他是故意要封闭这段记忆？当迪伦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后，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是故意的。”他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他当时情绪很激动，或许他的意思是我们故意让他想起以前的事，是个阴谋。其实这的确是你阴谋，对吗？我要迫使他情绪崩溃，瓦解他防线，才能逼他认罪。我又被你利用了啊。他是罪有应得的，你根本没有做错。拜托你，以后要找人做那么残忍的事，千万不要找我。我脖子很细的，不能被掐太多次。如果敌人是残酷的，我们不是要更残酷才能打败他？我才没像你这么变态。我只知道我买的鞋子一双要比一双漂亮。谢了，总之欠你1个人钱。我看你欠我一双高跟鞋才比较实际。谢谢。你不用那么担心啦，大包姐找人很厉害的，死人呐都会被她找出来的。sorry 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包姐很快就会把你妹妹找回来啦。我希望所有报应
都包在我身上。报应？什么报应啊？我们现在所承受的一切，不管好的、坏的，都跟我们前世有关。如果我们前世做了坏事，那这一世就要来还。你居然连这种事都相信？拜托！我们都有前世的记忆，但大部分人都记不起来。记不起来，那干嘛还要负责？我记得，安妮，大宝姐，乐玲，你没事吧？你到底跑去了哪里啊？别怕，别怕，没事啊。真的谢谢你帮我找到我妹妹。不用客气的。我们回家好吗？你不想回家？不如这样吧，先让他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等他冷静下来再看怎么样吧。OK， 安妮啊，大家上去换件衣服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妹妹是聋哑的吗？这么大好像听得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妹妹读得懂唇语，所以能明白我们在说什么。那，你拿去穿吧，这个适合你。怎么，你害怕回家？家里有人伤害你啊？没关系啦，你先换衣服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的妹妹被拐带啊，还差点被人抓去卖淫啊！拐带？如果你要报警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作证的。那拐带你妹妹那个臭人渣啊，是个老流氓来的，外号叫大小眼。不用了，我不想惹麻烦。喂，你妹妹碰到这种事，你还不要报警啊？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不过我妹妹已经没事了，而且她已经很害怕，我不想再给她压力。这样你可以啊？哎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我们不会勉强你的。对了，你家里还有哪些人啊？爸爸在我们小时就不在了，家里只有妈妈，还有叔叔。叔叔？是继父。我和妹妹都是他抚养长大的。等一下，我们陪你跟妹妹一起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带给你们很多麻烦了。放心，好人做到底吗？这是我们包好吃学人中心的风格啊。对呀，你要报答我们很容易的，你只要常常带你妹妹来我这里吃包就行了。啊，请你的。谢谢。你决定认罪了？李仁才，本名林培育，自小受父亲暴力对待，所以对家暴者怀有一股恨意。
对吗？你在儿童心理治疗中心认识了一些跟你有同样遭遇的小孩，从他们口中知道他们曾经受过家庭暴力。当你确认这些小孩是家暴的受害者后，就部署杀害对他们施行暴力的人。 每当你杀人之前，都会强迫受害者做一件事。你这样子对你太太、孩子，是不是觉得很后悔啊？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知道错了哦。我现在就给你机会，让你和你太太、孩子认错，你求他们原谅你吧。 说，老婆，佳姐，我真的很后悔这样对你们，请你们原谅我。我该死，我是人渣，你们原谅我好不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么痛苦的。很好。 不要杀我，给我一个机会吧！不要！所有受害者进行忏悔的仪式后，你就杀了他们。那些片段是你的战利品，你还把它们上载到网上。网站总共有12个片段，这些人都是你杀的。 他们残忍对待自己的太太和孩子，全都该死。 8年前，一名叫范慧中的卧底女警官进行调查一宗洗黑钱的案件。当时，你刚好是她调查的目标之一，是不是？不久后，她被人杀害。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逮捕了一名叫做刘志炳的蒙面男子。 慧中，刘志炳出狱的第2天，来到你家楼下，碰上张宇哲。刘志炳，当年是不是敌人收买你，叫你帮他顶罪的？方慧中不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刘志炳被刺中1刀，不幸身亡，死无对证。过后。 张宇哲从医院的天台坠落，也被杀害了。范慧中、刘志炳、张宇哲，他们都是被你杀死的，对吗？你所说的，全都跟我有关，但是他们不是我亲手杀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要狡辩？ 我没有必要狡辩，我只想把真相说出来。那真凶是谁？小门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单独谈一谈？大宝姐、阿妮，谢谢你们特地送我们回来。都跟你说不用客气了。你家人呢？我妈在房里念佛经。她这样虔诚的。你叔叔呢？他不在家。他不常在家。
我去跟你妈打个招呼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妈不太喜欢跟人说话。啊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真的谢谢你们了。你又来了，那以后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，记得打电话给我啊。拜拜。他突然情绪激动，应该是猝死，我去叫医生。女儿失踪了一个晚上，还差一点被人家拐带，那个妈妈居然不闻不问的，这个家庭有点古怪。我怀疑啊，乐玲不敢回家，是因为家里有人虐待她。这么你会这样说？我刚才看到她手臂上有很多伤疤，应该不是最近被打伤的。我还故意去问她，她什么都不说。我每次一提起他们的叔叔，他们就会有点不自然了。你说会不会是他做的？后夫虐打妓女，哎呀，这种故事老掉牙。老掉牙故事也一直在发生啊！真不明白这些人就只会欺负弱小。哎呀，这两兄妹啊，真的是很可怜啊！我们要怎么帮他们呢？哎，他们什么都不说，我们想帮也帮不了啊。那哥哥啊，一直谢谢个不停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客气的人。可能他真的是需要我们帮忙，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哎呀，大包姐啊，我跟你说哦，那个傅洪博好像有点怪怪的。他刚刚跟我说什么前世今生什么报应，他好像还说他自己记得前世的事情哎。一定是啊，跟着妈妈念经念得多了，所以儿子也跟着想这种东西了。哎，总之啊，一家人怪怪的。嘿，阿比，13哥哥嘞？出去喽。啊，他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啊？哎呦，真是气死人啊！他有没有说他去哪里啊？刚才13哥哥就在家里发呆，我就问他：13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对我这样笑，嘻嘻嘻。然后嘞？然后他说要出去一下，我问他要去哪里，他又不说，也是对我这样笑，嘻嘻嘻。哼。不好意思，你不让开的话，就帮我丢垃圾吧。哦，谢啦。小娜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哦，龟哥王告诉我的。
我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？好啊，真的啊？那我可以约你出来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我不能出去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们在这里见面啦。我每天早上有空。明天早上 ，OK， 我明天早上带早餐给你 ，OK。OK。那我要进去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啊，我名字叫13啦。脱衣服啊！我不准你闭眼睛，把眼睛睁开。残废！这个死残废，好吐不吐？你这个时候给我吐，你真的是他妈的扫兴！我呸！死残废，死残废！哎，什么？一个死残废，一个死贱种，为什么不快去死啊？没事，哥哥没事。对不起，哥哥没用，我能保护你，哥哥没用。我好比你是怕爱上你，对不起。小曼，这是Dylan的验尸报告。过量镇静剂引起心脏衰竭，导致死亡。问题是，医院方面一早知道Dylan对这种镇静剂有过敏反应，所以从来没有为他注射过。我们要查出所有跟Dylan接触过的人，凶手一定在其中。这个人既然知道Dylan对什么药物过敏，那他应该认识Dylan，甚至是熟人。我想，Dylan已经知道凶手的身份，却不肯说出来。
这凶手是要杀他灭口。我想，Dylan 已经知道凶手的身份，却不肯说出来。这凶手是要杀他灭口。你说你不是凶手，那凶手是谁？其实我说出来，你可能也不会相信。我只想要提醒你，小心你身边的人，他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但是我相信你会查出真相。没有想到，命运还是安排我和你始终在对立的位置。我无可否认，我一开始接近你的时候，是要找出胡冠明的下落，因为我答应 Thomas 要帮他报仇，说我一定要做到。但最后，我是真的喜欢上你，我还暗地里希望胡冠明真的死了，但可惜他还回来。对不起，小曼。对不起。我很好奇，你真的认为你在为那些小孩伸张正义？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受这样子的对待。你杀了他们的父亲，让他们变成孤儿，跟你一样，那你以后不再孤单了，对吗？不是这样，我要帮这些小孩，不要让他们跟我一样受苦。你给别人痛苦，来减轻自己的痛苦。说到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自私卑劣的凶手，来杀了自己的父亲。别再装了，够了。怀疑我？Dylan 死的时候，你
你是唯一和他在一起的人，那是最好下手的时机。杀人动机是为张宇哲报仇。所有跟 Dylan 有接触的人都可以。如果我有嫌疑的话，你也不例外。石山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嘘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是故意捣蛋的是吗？谁叫你把我丢在家里？哎呀，你不要烦我啦，我有东西做了。哎，你又要去哪里呀？没有啦，我出去一下子啊。石山哥哥偷了4粒包。什么偷？我自己做的哦。古古怪怪，你又在搞什么鬼啊？没有啦，我出去一下子，拜拜。哎，这么早？有人谋杀斯文败类。那个人杀他，应该是想要灭口。想杀人灭口，凶手会不会是他的同谋？有可能。他一直坚持他没有亲手杀人，或许他说的是真话，他的同谋才是真凶。那为什么不干脆说出凶手是谁？当时我认定他想摆脱死罪，就算他说出来，我也不会相信。相信你身边的人，他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喂，如果不是我，Dylan可能不会死。你干嘛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被谋杀关你什么事？啊？喂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当时我来不及叫医生救Dylan，导致他死。否则我一定问得出谁是真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那个斯文败类啊，害死那么多人，就算他现在不死啊，最后也是死罪一条了。你不用这样自责的。真正杀害宇哲的人还逍遥法外，我们还是查不到真相。不管真凶是谁，那斯文败类也是有份杀死宇哲的。你算是帮宇哲报了一半的仇。不要紧，我们迟早一定会把真凶找出来的。他也算是蛮可怜的，小小年纪就变成孤儿，一辈子活那么痛苦，最后还要面对自己才是杀死自己亲生父亲的真凶。哎，他遭遇啊，本来是很值得同情的，但是啊，一想到他害死那么多无辜的人，真的是死有余辜啊！管他啦！有好东西当然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啦！来，宝伦，还以为有什么惊喜，志云，不就是糖果吗？先试试看嘛，保证有惊喜。哎，烧肉口味的糖果能吃吗？没吃过吧？志云 ，What's yours？ 啤酒口味的，你还是老样子，爱买这种怪东西。这样人生才有惊喜嘛，不然一成不变的 ，so boring。这味道不错，来多一个。哎，这个留给妹妹。OK， 二郎，你跟志云认识麦都很久了，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死不认错喽！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倔强的女人。
没想到啊 ，Madam 有一个娈童癖好的父亲，他还能这么坚强的面对这个家丑，真的是不简单啊。坚强，那是装出来的啊。其实他心里痛苦得很，死撑而已。你们两个还是命中的宿敌。命中宿敌？以前在警校的时候，就有人拿他们两个做比较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是命中的宿敌，永远的竞争对象。那谁比较厉害？他输多胜少咯。That's because I'm a gentleman， 懂得礼让。其实 Ma'am 是个很 tough 的人，发生这种事还可以这么坚强，真的是不简单。买的。Hi Ma'am， 番薯口味的糖。你们对我的私事那么有兴趣的话，直接问我。问啊，我不会介意的。我们只是在闲聊 ，no big deal。有时间谈两句吗 ？What？ I owe you an apology。我不应该怀疑你是杀死李仁才的凶手。Sorry。我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你，早知道你狗嘴里长不出象牙。是啦。放心，我不会公报私仇的。嘿，我加入你的组后，你也应该有点表示吧？什么表示 ？I don't know, like， 帮我搞个迎新会。我根本不欢迎你，干嘛搞迎新会啊？不要这么小气嘛。绑架案，陈心怡，女，21岁，被发现在昨晚失踪。1个小时前，人质的家属接到绑匪的联系，寄来一段预先录制好的录影片段。开始。警官，你一定要把我们的女儿救回来。放心，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。哪位？陈先生、陈太太，请你们跟我过来这里一下。我要向你们解释整个行动的部署。这段影片已经被过滤了绑匪的声音，我们根本就无法确认绑匪的身份、性别，甚至连几个人也不清楚。陈心怡对绑匪的称呼使用的是他们，所以我100%的肯定，绑匪不止1人。他们没有指定怎么交赎金或者释放人质，我猜他们会叫陈先生到别的地方交赎金吧。准备和绑匪捉迷藏了。志云，通知 B 组的同事，我们会在地点布下一个包围网。宝伦，查看这个片段有什么线索 ？OK。先生，巴士站在你左上方。A 组继续跟踪陈先生 ，B 组留在原位，等候我的指示。
家小心点，不要暴露行踪。绑匪一定在现场附近监视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陈先生，冷静点。 解放天桥上好像也可以了。戴迪，他们要你在3分钟内赶去3车的小贩中心。A 组跟着陈先生 ，B 组到天桥查看可疑人物。 Madam， 我们到天桥的位置，但是没有看到人。他一定还在附近，继续找。你现在进去倒数第2个车格里面有一个青色的背包，你把钱放进去。好。放好了。他们会检查钱，如果没问题，他们就会放了我。Daddy， 心怡，心怡。 放完了钱走出来，到我们之前指定的地方等，那边会有人接应。好。单位注意，目标已经进入洗手间。 涛哥，钱到手了。目标出来后 ，A 组跟踪他，没有我的指示，要进行逮捕行动。 定说，他身上没有出境，你为保伦继续跟踪他。谁的脸孔蠢蠢欲动？谁在惊悚？谁在被我按动？谁在放纵？那是虚荣。